陈平见云无涯也不知道，于是打算过去看看。胡大师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跟着云宗主过去看看。陈平对着胡麻子说道。陈平，你要小心点，我看那山峰古怪，而且似乎有着剑意涌动。胡麻子对着陈平提醒道。陈平点了点头，随后带着云无涯飞了过去。数百里的距离，两个人只是一炷香不到的时间就赶到了。当离近了那山峰之后，陈平这才发现，在那山峰之上竟然刻着两个大字“剑宗”。刚刚因为距离太远，只能看到这山峰，却并没有发现上面的字。现在看到这两个字，陈平就是一愣。云无涯也是眉头皱起，吟声道：“剑宗，我怎么没有听过呢？这三重天的宗门没有上万，也有数千个，并不是你所有宗门都知道的。”陈平说完，抬头看着那山峰，近距离来看，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，尤其是那种感觉，那种气势，像是波涛汹涌的海浪，一浪接着一浪，似乎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摧毁。陈平跟着云无涯落到地上，迈步走到了山峰之下，抬头望去，根本就望不到顶端。站在地上，那种压迫感更加的强烈，两个人呼吸都似乎变得困难，而且眼的山峰总是感觉要砸下来一般。陈先生，这里的压迫好强呀！云无涯除了呼吸困难，竟然双腿都在打颤了，现在连个剑宗的人影都没有看到呢。云无涯就被这山峰的气势给吓得浑身颤抖。如此看来，这剑宗的实力肯定要比青云宗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了。能够在这里修炼，每天面对着山峰的压迫，这可是很锻炼心智的。这里有点不简单呀。陈平说道。陈先生，要不然我们走吧，这里好像并没有生命的气息，说不定是一个早就覆灭的宗门之地。云无涯说道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不用怕，我们再转转。陈平说完，纵身一跃。云无涯无奈，只能咬牙跟着。当两个人来到山峰后面的时候，半山腰上竟然有一个破败的大殿。大殿面积巨大，足有数百个足球场的大小，只不过大殿好多地方都坍塌了，像是年久失修自然塌陷的一样。好强的剑意，难道这大殿内还有人？陈平凝视着那大殿，不由得眉头一皱道：“陈先生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一点生命气息都感受不到呢？”云无涯也早就散发出了神识，可是他却并没有探查到有人的存在。我也没感受到。陈平其实也没有感受到人的气息。去看看，陈平朝着那破败的大殿而去。云无涯硬着头皮跟着，不过双眼不断看向四周，十分的警惕。他总感觉这里十分的古怪，搞不好会有什么危险。陈平跟着云无涯来到大殿面前，两个人在大殿面前十分的渺小，可刚刚落地，从那破败的大殿之内竟然激射出数道剑芒。云无涯大惊失色，没想到突然会有人攻击，正要反抗，却被陈平一把拉住。不要动！陈平拉着云无涯一动不动地站着，身体并没有启动任何的防御。而这几道剑芒到了陈平他们面前，竟然像是有人控制般停了下来，紧接着就全都崩碎了。剑芒崩碎的轰鸣声还在耳畔回荡。大殿中又是一道金色剑芒冲天而起，划破阴沉的天空。那剑芒在空中骤然炸裂，化作密密麻麻的万道剑芒，如同暴雨倾盆般朝着陈平与云无涯席卷而来。陈平眼神一凛，毫不犹豫地拔出斩龙剑，剑身寒光闪烁。他大喝一声，体内灵力疯狂运转，手臂挥动间同样激射出万道剑芒。两道剑芒风暴轰然相撞，刹那间整个天地仿佛都被耀眼的光芒所笼罩。强大的能量波动以碰撞点为中心，向四周疯狂扩散。地面上的碎石被强大的气浪卷起，在空中飞舞盘旋，随后又重重地砸落地面。经过短暂而激烈的碰撞，
所有剑芒都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片狼藉。陈平没有丝毫犹豫，拉着云无涯便冲进大殿。然而，当他们踏入大殿的那一刻，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除了断壁残垣，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。这怎么可能？刚刚那万道剑阵如此强大，怎么会没有人？云无涯满脸震惊，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疑惑与恐惧。陈平眉头紧皱，眼神中充满警惕，缓缓说道：“肯定有人在暗中操控，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。”说着，他将神识全力扩散开来，试图探寻那神秘人的踪迹。就在陈平的神识四处游走之时，他突然发现大殿深处有一尊石人，那石人手持一把古朴的剑，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仿佛已经在这里矗立了无数岁月。石人身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表面凹凸不平，裂痕纵横交错，但其手中的剑却散发着淡淡的光芒，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。陈平心中一动，将神识朝着石人笼罩而去。就在这时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原本一动不动的石人突然活了过来，他的双眼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，手中的剑如闪电般朝着陈平刺来。陈平反应极快，立刻持剑格挡。当的一声巨响，火星四溅。陈平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剑上传来，震得他手臂发麻。他心中大惊，这石人的力量远超他的想象。石人攻势不停，剑法变幻莫测，每一剑都带着凌厉的剑意，仿佛要将陈平彻底斩杀。陈平全力应对，斩龙剑在他手中上下翻飞，施展出各种精妙的剑法。然而石人的实力实在太过强大，陈平渐渐落入下风。石人突然加快了攻击速度，剑影重重，让人眼花缭乱。陈平一个不慎，身上便被石人留下了几道细微的伤口，鲜血渗出，染红了他的衣衫。陈平心中震撼不已，他的肉身经过无数次的淬炼，强悍无比，没想到竟然被这石人轻易留下伤痕。云无涯在一旁看得心急如焚，想要上前帮忙，却又怕自己实力太弱，反而给陈平添乱。他只能在一旁焦急地呐喊助威，同时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，以防还有其他的危险出现。陈平深吸一口气，强行稳住心神。他知道这样下去自己必死无疑，必须要想出应对之策。他一边躲避着石人的攻击，一边仔细观察石人的剑法套路。经过一番观察，他发现石人的剑法虽然精妙，但却有着一些细微的破绽。陈平心中一喜，抓住一个机会，斩龙剑上光芒大盛，一道巨大的剑影朝着石人斩去。可当斩龙剑刺中那石人的时候，陈平的脸色随即一变，因为他发现这一剑竟然没能刺穿这石人。要知道斩龙剑可是灵剑，削铁如泥，别说石头了，可是现在斩龙剑竟然没能伤到这石人。就在陈平震惊的时候，突然那石人手里的剑也朝着陈平腹部刺来。陈平脚尖点地，身体迅速地向后退去，想要躲开这一剑。可是那石人的速度突然加快，噗！当陈平退出数十丈后，这才发现自己的胸口竟然有多了一个伤口，虽然不致命，但是鲜血不断渗出。妈的，这是什么玩意？陈平不由得咒骂了一句，自己明明在三重天可以无敌了，为什么现在连个石人都对付不了呢？这个石人到底是有人操控，还是拥有了自主意识呢？陈平脸上满是凝重，不敢再大意了。刚刚那石人的速度很快，若是陈平再慢一点，怕是就要直接被剑刺穿了。九影剑法，陈平只能动用九影剑法了。跟着对方比剑，九影剑法是最好用的，毕竟等于多了好多个帮手。伴随着一道道分身出现，8个一模一样的陈平把那石人给围了起来。面对着这一切，石人不慌不忙，毕竟只是石人，
并没有情感，更加不会恐惧。就在陈平8个身影发动攻击之时，食人突然改变了攻击方式，他的剑法变得更加诡异，剑意更加凌厉。陈平只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剑海之中，四面八方都是食人的剑影，根本无处可躲。陈平此刻不过是8个，而那食人仿佛布满整个大殿，每一刻每一秒，每个地方都要食人的剑刺出。这一下陈平有些懵了，虽然有分身，可每个分身也都是疲于应付，这家伙为什么总是能够克制我呢？陈平十分不解，即便是自己用出九影剑法，可这个食人依然能够找出破解之道。陈平无奈，只能把分身收回，要不然他的力量支撑不了多久。毕竟分身所用的力量都是来自陈平的本体。老子跟你拼了！收回分身，陈平大喝一声，一道巨大的剑气朝着食人席卷而去，所过之处，空气都被撕裂，发出刺耳的呼啸声。食人感受到这股强大的剑气，立刻挥剑迎击。轰的一声巨响，强大的能量波动在大殿中炸开。陈平这股能量波动震得倒飞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陈平挣扎着站起身来，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眼神中充满了坚定。他再次朝着食人冲去，手中的斩龙剑挥舞得越来越快，剑气纵横。人也不甘示弱，手中的剑同样舞动得密不透风，与陈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。眨眼就是100招，陈平气喘吁吁地向后退去。不打了，能不能先歇会？陈平喘着粗气说道。毕竟陈平体内的力量和气息不可能支撑他一直打下去。可那食人却不怕，毕竟食人本就不是活物，也不知道累。就在陈平说完，那食人竟然也真正停手，站在一旁一动不动。陈平见状，顿时一喜，赶忙拿出大量的丹药，不要命的在嘴里填，只有这样才能最快的恢复过来。陈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云无涯绕过那食人，走到了陈平面前。我没事，这个食人真他妈邪性。陈平长出一口气，骂骂咧咧地说道。陈平盯着食人手中泛着冷芒的剑，心中满是不甘与疑惑。刚刚那惊天动地的一战，自己竟被一个没有生命的食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这对于在3重天号称无敌的他来说，无疑是奇耻大辱。可当食人突然停手，他又隐隐觉得这或许是个转机。云无涯担忧地看着陈平，陈先生，要不我们先退出去，从长计议。陈平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目光却死死盯着食人。不用，这食人虽然诡异，但我总觉得他身上藏着什么秘密。说着，他将最后一颗丹药塞进嘴里，感受着药力在体内奔腾，恢复着消耗的力量。片刻后，陈平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握紧斩龙剑，朝着食人冲去。这一次，他不再急于进攻，而是先以防守为主，仔细观察食人的剑法。食人手中的剑依旧凌厉，每一招每一式都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韵律，仿佛蕴含着天地间的大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陈平渐渐发现，食人的剑法看似毫无规律，实则暗含某种诡计。那每一次挥剑都像是在演绎着一种独特的剑意。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明悟，难道这食人是用来考验进入此地之人的，又或者是在引导他们领悟更高层次的剑意？想到这里，陈平心中的战意愈发浓烈。他不再把食人当作敌人，而是当作一个难得的老师。他开始尝试着去模仿食人的剑法，感受其中的变化。起初，他的动作十分生硬，常常被食人的剑逼得手忙脚乱。但随着不断尝试，他逐渐找到了一些感觉。在一次防守中，陈平本能地按照食人的剑法轨迹挥出一剑，这一剑竟意外地化解了食人的攻击，还隐隐有反击之势。这一发现让陈平欣喜若狂，他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。从那以后，
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与石人的切磋中，每一次交锋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剑法，领悟其中的剑意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陈平的剑法越来越精湛，他的剑开始有了一种独特的韵味，不再像之前那样只是单纯的力量与技巧的结合，而是多了一种对剑意的理解与感悟。他的8个分身再次出现，这一次分身们的剑法也变得更加诡异莫测，与石人的剑法相互呼应。在战斗中，陈平发现石人的剑法似乎还有很多变化，他时而如狂风暴雨，凶猛无比，时而如涓涓细流，润物无声。每一种变化都让陈平有新的感悟，他开始尝试将这些变化融入到自己的九影剑法中，让剑法变得更加完善。有一次，石人突然施展出一种全新的剑法，剑影漫天，仿佛将整个空间都封锁。陈平在这剑影中苦苦支撑，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败下阵来时，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，他想起了之前在与石人战斗中领悟的剑意，将这些剑意融合在一起，施展出了一招前所未有的剑法。这一招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，冲破了石人的剑影封锁，直接攻向石人。石人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招的威力，立刻挥剑抵挡。两股强大的力量再次碰撞，产生的能量波动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。然而这一次陈平没有被震飞，他站在原地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，心中充满了喜悦。他知道自己在与石人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，他的剑意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随着战斗的继续，陈平对剑意的理解越来越深刻。他发现剑意不仅仅是一种力量，更是一种对天地、对自然、对生命的感悟。石人的剑法正是通过不同的剑招，展现出了这种感悟。在一次激烈的交锋中，陈平的斩龙剑突然发出一声清鸣，剑身光芒大盛。这是斩龙剑认主以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奇异的现象。陈平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剑意提升，斩龙剑的威力也跟着提升了。此时的陈平已经不再把与石人的战斗当作一场生死较量，而是当作一次难得的修行机会。他在战斗中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，感悟着更高层次的剑意。他的剑法也在这种不断的感悟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云无涯站在一旁，看着陈平与石人激烈的战斗，心中充满了震惊。他从未见过有人能在如此危险的战斗中还能不断地突破自我，领悟剑意。他知道眼前的陈平日后必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陈平的剑意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境界，他的剑仿佛已经与天地融为一体，每一次挥动都能引起空间的震荡。石人的剑法虽然依旧强大，但在陈平面前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难以抵挡。在一次战斗中，陈平施展出了一招融合了他所有感悟的剑法，这一招如同一道璀璨的星河，朝着石人席卷而去。石人挥舞着手中的剑，全力抵挡，但最终还是被陈平的剑法击中。石人在这一击下，身体出现了一道道裂痕。然而就在陈平以为石人要被摧毁时，石人身上突然散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。光芒消散后，石人手中的剑飞向陈平，插在了他的面前。陈平看着眼前的剑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他伸手握住剑，顿时一股庞大的剑意涌入他的脑海。他明白了，这石人其实是守护此地的剑灵，他的存在就是为了考验进入此地之人，并引导他们领悟更高层次的剑意。这一刻，陈平心中充满了感激，他对着石人深深一拜，多谢前辈的指点，陈平受益匪浅。说完，他拿起石人的剑，与自己的斩龙剑相互辉映。大殿内的时光渐渐敛去，那尊石人化作点点流萤，融入陈平面前的古剑之中。
斩龙剑轻轻震颤，剑身之上竟隐隐浮现出一道古朴的剑纹，宛如活物般流转着幽光。陈平握住双剑，只觉一股磅礴剑意贯通四肢百骸，先前与10人交手时的疲惫竟被这股新生的力量冲刷殆尽。陈先生，您的建议。云无涯站在一旁，眼中满是骇然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，眼前的陈平仿佛与天地间的剑道法则融为一体，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种玄奥难言的韵律。这时人竟是守护剑意的剑灵，倒是让我误打误撞得了一场大造化。陈平轻抚斩龙剑，剑鸣声清越悠长。走吧，耽搁了这么久，也不知胡麻子他们怎么样了。就在陈平他们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发现石壁上刻满了古老的剑招图谱，